韩立脸色一沉，冲着后起步的三人手指一弹，3道剑气一斩而下。那3人方才飞出数丈远去，被青蒙蒙的剑光后发先至淹没掉了。3声惨叫声在剑光中蓦然发出，几团血雨凭空落下，血腥之气大起。另一边的驼背老者在血雾中回首看到这一幕，吓得魂飞天外，立刻不顾后果地将全身的灵力都注入到身上的血雾中，遁速竟然瞬间又快了3分，眼见就要飞出数十丈外的一个街道中去。他不寄希望自己真能够甩开韩立的追杀，只要自己能跑到凡人混杂的地方，对方大有忌惮的不便下手，多半可以暂时保住小命。可是在原地未动一步的韩立冷笑一声，冲着过去的血雾轻轻一指点，那道击杀了冯掌柜血线的血雾向后方丈许远处突然现身，然后红芒一闪，从血雾洞中飘动而过。一声哀鸣过后，血雾崩溃，驼背老者直接从空中坠落而下。接着一只青色光手却鬼魅般的飞驰而至，将那3件灵气一扔，却一把将老者捞在了手中，一个盘旋后飞向了韩立。那道红线则在空中一晃，无声无息的凭空消失，隐去了形迹，但下一刻却又在韩立身前再次浮现。韩立一抬手就缓缓落在了手心，竟然是一枚寸许长的飞针。此针晶莹剔透，非金非木，表面散发的红芒时强时弱，着实有些诡异。韩立扫了一眼手中的飞针，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他用金化妖丹前后花费了不少心力，炼制成这根飞针，威力看起来还真是不小，最起码其遁速之快，隐匿形迹的效果就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更何况它还是法宝，若是稍加陪练的话，威力还能进一步的提升。一翻手掌，飞针直接消失不见，被收进了体内。然后他才抬手望向光手抓回来的驼背老者，脸上面无表情。此刻的老者腹部被洞穿出一个拇指粗细的小孔，大半身体都被光手死死抓住，根本无法弹动分毫，脸上全无血色。此刻见韩立望过来，老者心中大惧，勉强一笑，口中更是带有几分阿谀之色，连忙讨好。误会，这全都是误会。前辈能有这般神通，肯定不是我们想找的那人，晚辈肯定找错人了。前辈大人有大量，千万别和晚辈一般见识，晚辈是关宁孔家之人，前辈有什么想问的，晚辈全都一一相告。老者似乎知道自己的下场实在不妙，急忙口不择言说出了一大堆话来，想希望其中哪一句能打动对方，而留下自己一条性命。但是韩立这时却一扬手，一道符箓射到老者身上，老者口中求饶之声戛然而止，双目瞬间变得痴迷无神。用不着如此麻烦，韩某想知道的事情还是自己来查更放心一些。韩立喃喃一句，反手冲地上的几件灵气一招，将它们吸入了手中，就转身朝院子中走去。青色大手抓着老者，尾随着韩立飘进了院落中。院子中布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障眼法禁制，韩立根本无法瞧入眼，手中随手打出几道法诀，就将此阵破掉，然后带着老者进入其中的一间屋子。一顿饭功夫后，韩立随手一颗火球，将地上的老者化为了灰烬，让他在人事不知中从世间消失。然后就在屋子中的一把木椅上坐下，单手托起下巴沉吟起来。刚才他使用梦引术，在不用顾惜对方神智的情况下，几乎将老者所知道的事情掏之一空。这位驼背老者就像其刚才所说的那样，是孔家在进京留守执事，此人倒也能干。那位冯家掌柜在2年前因为一件小事就被此人找了出来，并一番威胁后只得归顺了孔家，毕竟一位凡人怎敢和修仙者相对抗。而韩立这一次使用风月的玉佩找上了冯掌柜，自然是被这位直接卖给了老者几人。
想要凭此立下一大功。结果老者一听，竟然是家族寻觅许久的那位冯家大公子，自然欣喜若狂，不会放掉此机会，当即就设下了圈套，亲自出马准备伏击这位风月。可韩立刚一出酒楼，就一眼看穿了老者低劣的脸息术，心知冯掌柜出了问题，但自不会对一名筑基修士畏惧什么。但在酒楼处凡人众多，同样不便直接下手，就顺势起了一些探究的心思，坐着马车到了此地。结果老者和埋伏的几名筑基期修士，就像是碾死几只蚂蚁般，随手被他给灭掉了。对于这些事情，韩立丝毫不在意，他原本就隐隐有这种猜想，否则真要冲他本人来的，就是结丹期修士埋伏在这里，都是一件大笑话的事情。但是韩立却对驼背老者神识中搜索到的另一件事情大感惊讶。原来当年关宁三家联手举办的身亡大会才刚刚结束，蓦然爆发出来的孔家老祖是被吞噬元神后占据了躯体的邪魔。当时其他两家家主联合一批从背后宗门请来的高阶修士，直接将这位被附身的孔家老者击毙在当场，连元神都没有跑掉。如此一来，孔家顿时实力大损，一下从三家为首变成了垫底。但就在这时，知道了手下被灭，原本深藏雪岭山脉的炫夜王顿时大怒，竟然直接将古墓生出了地面，放出了数千有筑基修为的护墓尸卫，明目张胆布下了黄泉鬼阵，杀出了山脉来。结果三家及那些助阵的高阶修士和古墓中的三师大战一番，固然灭了不少炼尸，但三家的低阶修士同样也被鬼阵吞噬了进去。至于几名元婴级修士，也未曾在依仗古墓和鬼阵的三师手中讨到什么好处，甚至交手中还有一位一时疏忽身负重伤。结果三家和这些宗门修士被连绵百里的鬼阵彻底困在了召开身亡大会的山头上，他们只能依仗着山头上早先布置下的几个大阵勉强自保而已。其实这也是那些宗门修士在埋伏下出其不意地击伤了炫夜王，有些小瞧了老魔的缘故。本以为此魔刚刚身负重伤，应该很好对付，但万万没有想到，原来只有元婴中期修为的炫夜王，一有古墓做依仗后，竟然立刻展开了相当于元婴后期的修为，如同截然变成了两人，其余两人也都有元婴初期的修为，故而方一照面，有人就吃了一个大亏，失去了战力。下面的没什么好说的了，那炫夜王固然法力高强，但是弄出这般大的动静出来，困住这些修士月余，终于还是惊动了附近道门的一位元婴后期大修士赶来，并施展出了惊天动地的大神通，一下惊退了三师，让他们不得不重新退回了雪岭山脉的深处。这位元婴后期的修士也没有去追的意思，竟然就飘然离去。三家修士得救后，当然不敢再滞留附近，就将所有势力都抽离了山脉边，省得炫夜王再卷土重来。而三师也畏惧那名元婴后期修士还插手此事，自然也不敢再轻易的出山，干戈就此停了下来。当然韩立知道的事情只是老者该知道的其中一部分而已，但韩立联想其当日再从冯家密窟出来时碰到的炫夜王身负重伤的情形，倒也猜出了大半的实情，心里不禁啧啧惊叹了一会儿。这位炫夜王也未免太凶悍了点，当日在雪岭山脉中和狂沙上人一战时已经身负重伤，回到墓中这一般短的时间，竟然就再次弄出这么大的事情，一副元气尽复的样子。可是不知服用了多少灵丹妙药的韩立很清楚，这个世界上绝不可能有什么丹药可以让人元气如此快恢复，就是他在丹药充足，也至今未恢复巅峰时的修为。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那老魔的万年尸王肉体够强横，或者修炼的功法在恢复元气上有什么独特的神通，
可以让其惊人的康复速度。不过说起狮王神通，韩立不禁想起了那颗自己身体里搁着的天师珠，在修炼冥王诀的时候，他就已经感到了此珠的神奇效力，否则光凭那件金刚舍利，能否能修成第2层的冥王诀，还真是模棱两可的事情。此珠有如此的奇效，说不定那炫夜王如此快的元气尽复，还是和此珠有什么关系呢？韩立静静地思量了一会儿，就将此事搁到了脑后，开始思量在进京的计划。住的地方就不用说了，此处住宅既然和冯掌柜有关，还是不能久待，否则此人一旦失踪数日，自然会有人查到这里，那可就有些麻烦。还是随便找一座道观或者寺庙租借一段时间，这也算是清静，总比客栈强多了。另外，拍卖会的事情也需要去进京本地的修仙坊市探听一些细节。韩立心中计量完毕，当即飘然离开了此间住宅，不知所踪。韩立花了一些时间，终于在城中找了一间不出名的小道观。道观中的道士全都是真正的凡人，丝毫法力都没有。韩立对此很满意，当即施舍了些银子，打动了观主，就暂住了下来。在观中住了一夜，那第2日一大早，韩立就出了道观，直奔白日里发现的一间有修士气息的书院而去。这间书院既然能开在进京这种地方，并且看起来还不算小的样子，肯定有些来历，和儒门有一定的关系。不过韩立对此毫不在乎。当他悄悄潜入书院内，身形出现在书院中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年儒生面前时，身上丝毫没有掩饰地放出了元婴期的强大气息。老儒原先初见韩立时大吃了一惊，急忙全身法力一凝，但随即一看清楚韩立的真正修为后，却脸色神色一松，放弃了戒备，并半步上前，恭敬地冲韩立一施礼。前辈驾临书院，可有事情需要晚辈效劳的吗？哼，你倒是识趣。我找你的确有些小事，将进京几个坊市位置及知道的一些拍卖会的事情通通说出来。你们这当地修士应该对此知道的最清楚一些。坊市位置没有问题，晚辈马上将地图全都复制到玉简中。至于拍卖会的事儿，晚辈知道的也不多，不知前辈想知道些什么呀？老年儒生闻言丝毫犹豫都没有，满口答应，并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枚白色玉简，开始往其注入有关坊市位置的地图。拍卖会召开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这次拍卖会是否有什么珍稀材料出售？时间和地点没有问题。9日后，拍卖在晋西方市的宝光殿举行，分为结丹、元婴2个级别的拍卖，错开举行的。其中元婴期修士可以参加结丹级的拍卖，结丹期修士却没法进入元婴级的拍卖中。至于有什么材料出售，晚辈实在不好回答了。毕竟这样的大型拍卖可是大晋最大几家方式联合举行的，外人很难知道有什么东西要出售的。不过按照以往的经验，拍卖会上出现的奇珍级材料最起码也会在100件之上，再加上一些前辈也会临时将所带的珍稀物品交与拍卖会举行竞拍，此拍卖会一般都会持续到5、6日之久的。原来如此，宝光殿。前辈，玉简已经复制好了，前辈请收好。这时老儒也终于炼制完了玉简，双手奉上交给了韩立。韩立也不言语，伸手把玉简抓在手中，神识冲里面一扫，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很好，今日见过我的事情不要和其他人提起，否则哼。韩立阴沉一笑，身上青光闪动，人就骤然在原地消失不见。老儒眼角一跳，在椅子上坐下，眉头紧皱，思索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之后，他才用神识在屋子中一扫，结果空空如也，
似乎真的再无其他人。老者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苦笑之色。